仆人和坎瑞亚到底有什么联系啊？大家好，本期是来自提瓦特的仆人脑洞。我们看仆人的例会上，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孤明恶月，直白的翻译就是孤独的黄昏，厄运的月亮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月亮这个意象在提瓦特绝对不是一般的存在。比如说，曾经暗示提瓦特命运的《白之公主》这本书中就提到过月光王国，而戴因的例会下也提到过赤月对黑日的复仇。另外，原神中还有2个月亮，一个是月卡的空月，另外一个是深渊的渊月。而在其他的书籍文本中也提到过3月女神，只不过后来有2位在灾难中香消玉殒了。所以呢，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提瓦特，你但凡要和月亮沾边，那都不简单。那么你看，在故事中常常被提到的赤月，不就是红色的月亮吗？再看仆人，红色是它的主色调，称号中又有月亮，那么它和赤月怎么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对吧？而在枫丹最新书籍《培伦埃里》中，讲述了坎瑞亚的历史，其中明确提到坎瑞亚这个国家是分2个王朝，最初照亮这片地底之国的是一轮赤月，而非后来的黑日，所以赤月和坎瑞亚最初的一轮政权也有着不可告人的联系。那这样一来，仆人、赤月、坎瑞亚就联系起来了。那么仆人的身份是坎瑞亚人吗？我们进一步的去看这本书，书中还提到了坎瑞亚这个国家因为地理位置特殊，常常会接触到一些天外的东西，其中除了灾祸还有孩子，然后他们就成立了儿童收容所。好家伙，原来壁炉之家是坎瑞亚分院啊！那么这些天外来的孩子，他们要经历某种仪式。书中说到，大人要孩子爬过漆黑的甬道，而甬道里有很多煤灰。其实这是文字上的故弄玄虚。什么煤灰？让我带你回忆一下，炼金术最低的层次叫什么？没错，就是黑土。黑土之后是白垩，也就是无垢之土，是构成原初之人的质料。所以这是什么仪式？怕不是灵魂炼金术吧？在这里，我甚至要怀疑这些天外来的孩子，他们真的都是孩子吗？也许未必全是我们所理解的孩子形象吧。那么在这个仪式中，孩子可能会因为幻觉看到赤月，完成仪式之后，大人会说：“你已行过壁中炉内的2界之火，现在在这里得到新生。”那么这句话也就是前瞻直播主题2界为火的由来。而这2界就让人浮想联翩，因为原神中曾经有一个活动叫做3界录像记。其中3界分别是光界、虚界和人界。光界就是纯粹的元素力，虚界就是深渊之力，而人界呢，就是调和之后适合人生存的世界。所以这2界，我猜指的应该就是光界和虚界，毕竟这2种力量对人都有害嘛。所以2界为火，我觉得意思就是这2种力量如同火焰灼烧着人类。而赤夜将息恐怕暗示的就是坎瑞亚从赤月王朝向黑日王朝的过渡。那么戴因说赤月向黑日复仇，也就说明这场政权的演变并非是和平的过渡，而是暴力的革命。那么是什么革了赤月的命？赤月后来又如何了呢？这就成为了一大疑点。再回到仆人例会的帖子上，官方采用的标题是繁星晦暗，恶月孤存。仆人的命座又是净炼火座，净炼的意思就是通过苦难和挑战的考验，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和提升。那这和坎瑞亚的炼金术如出一辙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对仆人的真实身份提出3点猜测和自我的辩证啊。第一，仆人是赤月女神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设定太大了，不太可能。更可能的是，仆人信仰的是赤月，接收来自赤月的力量。那第二种，仆人有没有可能是天外的孩子呢？但当下已有的证据似乎都否定了这种猜测，因为天外的孩子是不会受到诅咒之力的影响的。在《培伦埃里》一书中提到，天外之人和摆脱命运的自由之人是不会受到变成野兽的荒野诅咒的。那么如果我们假定仆人的手就是丘丘人化的表现，那么显然仆人不是天外之人，他也没有摆脱命运。而在其例会下，皮耶罗说，命运从不与人恩惠，唯有拼尽全力反抗的人方有直面他的资格。这句话可能在暗示的就是仆人拼命反抗，获得了直面自身命运的资格。所以仆人的身份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第3种猜测，仆人曾经背弃了自己的神明，流亡到坎瑞亚，成为了赤月女神的信徒，直到坎瑞亚改朝换代才离开坎瑞亚。而在《培伦埃里》一书中呢，提到了3个孩子，一个是背弃自己神明的赫雷贝里，一个是天外来的孩子培伦埃里，还有一位呢，在古黎月语中被称为天王奴或者妙音女的祭司之女，明面上是被钟离击败的魔神的子民，但她其实已经从命运中挣脱，获得了自由。那么她既然被称为妙音女或者天王奴，那多多少少和天空之岛还有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吧。那么这位女性身上发生的故事，是否就是在暗示仆人将要发生的故事呢？总之，截止目前，仆人的身份方向呢已经非常明确，一定是和坎瑞亚赤月王朝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物，但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们依然不得而知。
我认为这就是整个 4.6 版本中最大的看点。好的，那么这期就到这里，我是提瓦特弟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